那么张医生，如果我们收到了这些警报，收到了这些信号，尤其是那些红色警报啊，但是没有及时的采取行动，拖延不治，最终可能会导致怎么样严重的后果呢？拖延会直接导致治疗难度增加、痛苦程度增加、经济负担剧增，以及生存希望的骤减，是生活质量断崖式的下跌。长期的病痛不仅折磨身体，更会摧残精神。那么张医生，如果我们收到了这些警报，收到了这些信号，尤其是那些红色警报啊，但是没有及时的采取行动，拖延不治，最终可能会导致怎么样严重的后果呢？这可能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意识到的。是的，主持人，这个忽略早期信号，拖延诊疗其后果往往就是阶梯式的升级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可以从下面5个方面来理解其严重性第一，就是错失了癌前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是最令人惋惜的结果。以结直肠癌为例大多数的发展是遵循从正常黏膜到息肉到结肠的腺瘤，再到早期的癌症，再到进展期的癌症这样一个序列。这个过程通常会长达5到15年。在息肉或者早癌阶段，可以通过一次性下的肠镜微创治疗，治愈率接近100%，创伤小，费用低。拖延则意味着主动放弃了这个宝贵阶段，可以轻松拦截癌症的窗口让病变向晚期发展。第二，急性并发症几何指数攀升。急性的肠梗阻、肿瘤增长、气室炎、巨大的粪石可能导致肠道完全堵塞，引发剧烈的腹痛、呕吐，甚至停止排气排便，常常就需要急诊手术。这个时候患者的全身状况差，手术风险是极高的。然后是穿孔、肿瘤侵蚀、溃疡穿透或者气室炎症破裂，可以导致肠内容物漏入腹腔，引起致死性的化脓性的弥漫性腹膜炎和感染性休克。然后是大出血、溃疡或肿瘤表面血管破裂，可以导致失血性休克。缺血性肠坏死、缺血性肠病延误治疗，可以导致肠段坏死，需要大面积的切除，死亡率也是显著增加的。第三，就是疾病的慢性化与全身消耗恶性循环比如说没有规范诊治的炎症性疾病，我们有一个病叫炎症性肠病可能会导致肠道的狭窄、漏管的形成、营养不良儿童及青少年发育受阻，且癌变风险大大增加。长期的慢性腹泻和吸收不良则可能导致严重的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维生素与矿物质的缺乏，免疫力崩溃，陷入营养不良、感染、消耗的深渊。第四是治疗策略、成本和预后的天壤之别。我们知道早期的肠道肿瘤，也就是1期和2期的，大多可以采用内镜或者腹腔镜的微创手术，5年的生存率可以超过90%。在我们现代医学努力下，特别早期的原位癌95%以上的生存率，进展期的肿瘤3到4期的往往就需要联合放化疗，甚至大的开腹手术，创伤巨大，费用昂贵，而且5年生存率是大幅下降的。拖延会直接导致治疗难度增加、痛苦程度增加、经济负担剧增，以及生存希望的骤减。第5，就是生活质量断崖式的下跌。长期的病痛不仅折磨身体，更会摧残精神，导致患者焦虑、抑郁、社交回避。我们有的病人因为无法保肛，没法进行正常社交，会使人丧失享受生活的基本能力。张医生，您以上的分析让我听了都有点脊背发凉了。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去正视它。拖延的代价呢，绝对不是小病拖成大病那么简单，而是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应。从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到面临危及生命的急性并发症，再到陷入营养不良和感染的恶性循环，最后在治疗上要走更艰难、更痛苦、更昂贵的路，生活质量呢也会一落千丈。这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车辆保养如果小的故障呢，我们不去理会它，最后可能就是整个发动机都报废了。所以呢，识别信号，及时行动，是对自己生命和家庭幸福最负责任的态度。接下来呢，我们聚焦2个最普遍的具体问题：便秘和腹泻。很多人呢深受其扰，但也最容易自己乱用药。
张医生啊，请您从专业的角度啊，为我们厘清中老年人便秘背后复杂的原因，并给出科学的应对阶梯。好的，主持人，便秘和腹泻确实是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2个重大问题啊。但处理的核心原则一定是先辨因后施策，绝对不能一上来就自己乱用泻药或者止泻药。那我们先来谈一谈便秘。为什么中老年人的便秘特别常见又复杂呢？因为它往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原因分为2大类。第一大类，必须首先排除器质性病因，也就是说便秘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信号，需要警惕的就是结直肠的肿瘤。当肿瘤长大到一定程度，会堵塞肠腔，就会导致排便困难，便秘的进行性加重。其他还可能包括一些肠道外的比如说盆腔肿瘤的压迫、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以及帕金森等神经系统疾病，都可能导致便秘症状。第2大类就是更为常见的功能性或者继发性病因，这才是我们日常调理的重点。那生理性退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的神经功能减退，肠道的肌肉收缩力也会下降，动力会不足。还有饮食因素，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膳食纤维和水分摄入的一个长期不足，还有运动的不足久坐的病人、卧床的病人，肠道在得不到外在的一些物理刺激的情况下，它的蠕动也会变慢。然后是药物的影响，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很多老年人服用的一些常用药它就会有导致便秘的一些副作用，比如某些止痛药特别是阿片类的止痛药，再就是降压药抗胆碱能的药物，以及含钙和铝的胃药等等，都会导致便秘。然后就是社会心理因素，比如说抑郁、焦虑，或者因为行动不便厕所环境不熟悉等等刻意排便导致的情况。那正因为原因如此的复杂，所以应对中老年的便秘，我们就强调阶梯化和个体化方案，就像上楼梯一样要一步一步来。那第一阶梯我们要全面评估和病因排查这也是基石，是绝对不能跳过的。对于任何新出现的症状加重的，或者伴有便血、贫血、体重下降等警报信号的便秘需要进行肠镜检查。结肠镜检查是无可替代的一个一线评估手段。只有先通过肠镜检查排除了肿瘤等器质性疾病，我们才能安心的进行下一步功能性的调理。那第2阶梯就是基础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也是一线治疗，需要持之以恒。如果检查之后确定就是功能性的问题，那么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所有治疗的一个根基，要进行膳食的调整。目标就是每天摄入25到35克的膳食纤维这里会有一个关键的提醒，就是增加纤维要循序渐进，同时必须保证每天喝够足够的水分，就是 1.5到2升的水否则纤维呢就会像甘草一样枯竭堵塞在肠道，那反而会加重腹胀的症状。然后是建立排便反射，我们利用早晨起床后或者餐后的胃结肠反射，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去尝试排便培养身体良好的一个生物钟。然后是优化排便的姿势脚下垫一个踩的小板凳，可以让膝盖高于髋部，模拟一个蹲便的姿势，可以帮助拉直直肠钢管脚，这样让排便更加顺畅。然后是增加运动规律的散步、打太极等，每天坚持锻炼30分钟以上也能够直接给肠道加油鼓劲儿。第3阶梯就是药物治疗了，这个阶段往往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当生活的干预方式不佳，就需要考虑药物帮助了。首先是渗透性的泻药，比如说聚乙二醇、乳果糖因为它们的作用相对温和，只是通过在肠道内留住水分来软化粪便，安全性也比较高，而且不容易产生依赖，适合长期使用。那需要慎用的就是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含有番泻叶的吡沙可定类的成分的，它们的作用会非常猛烈，长期的滥用呢就会损害肠道的神经，甚至导致结肠黑变病，形成严重的药物依赖，所以仅建议短期或者偶尔使用。所以应对便秘的正确路径应该就是先排查排雷之后再生活调理，最后则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学会科学的用药啊，这是一个严谨的流程，能够帮助我们安全又有效的解决问题。张医生呢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应对便秘的科学路径。第一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呢，不是自己找偏方啊，而是先通过检查，特别是做肠镜这样的检查，来排除危险的器质性疾病。尤其是肿瘤呢，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筛查哈。在确定是功能性的问题后呢，第二步呢就是打好生活方式的根基，吃够纤维，就是让你的纤维摄入量呢要足够。这同时呢还要喝足水，定时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如果这些基础工作都做到了还是不行，那我们再进入第3节题。第3步才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安全温和的药物来帮忙，比如聚乙二醇这类药物，而且呢还是要警惕那些号称清肠排毒，可能还有刺激性成分的那些产品。这是一个由急到缓、由重到轻的严谨的流程。